大家好，我是大英。这一期影片来教大家制作电梯刷怪塔，先放实际的操作画面给大家看。不管任何你需要的材料，只要是在据点内的小怪它会产出的话，你都可以做无限的刷取。我相信大家对一般的材料需求量都不是这么大，最缺的反而是通宝。然后淬毒伞的刷取方式也蛮简单快速的，大家可以看到影片中只需要射击火药桶，这样就可以下去一次点4只怪物的淬毒伞，总共就是8份，之后再一直循环。然后最重要的是，这个电梯塔你只要盖一次就好了，之后不管是你要自己用帮朋友盖，也都是全部复制贴上就好了，非常的方便。你甚至可以盖多个塔，满足你想要刷每种材料的需求，而且这个塔即使你更新下线，它都不会消失，就算消失了也不怕，有了盖过一次的设计图纸都可以一键的完成，包含你在帮好朋友盖的电梯塔也全都是一样，不会消失。好，我们先讲原理，让据点内的怪物可以重置的无限刷。因为正常你打完据点的全部怪物，它会有19个小时的重置时间，之后你才能再打，所以我们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。在清怪物的时候，不能把全部的怪都杀光，要留一只，或者是你可以只打你所需要的材料的那几只怪物，这个时候逃脱出战斗的范围，就可以让怪物重置的都刷新。方法一呢，你可以使用试炼的方法，只要人进入了之后再退出来，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。第二个呢，是离开这个地图，传送到其他位置再回来，那因为你要跑来跑去的很麻烦，在读取的时间也蛮久的，所以我们就盖了一座塔，让塔本身的高度超越了战斗的触发范围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再一次的快速回来打这个地方的怪物。然后为了能够快速的上升到脱离战场的这个高度，建造这个塔的基础上呢，添加了让我们能够快速上去的方法，所以就有了电梯塔的这个称号。下来的话就非常简单，就跳下来，降落的时候使用千斤坠或者是再按一次跳跃都可以。再来我们讲收集材料，首先到清河原境去路这边往下面走，这里有非常多的竹子，使用千斤坠就可以快速的打掉一堆竹子或者原木。一座塔需要200个原木左右，这个东西多打一点放在身上没坏处，如果你要盖第二个塔就可以用得到。接下来我们来制作道具，到开封左下角这个修造案这边，然后再往前一点点有一个制造区域，在这里我们会看到一个基础木工台，我们点击，然后点选上面的家具，在下面有个道具叫做毯，地毯的数量我们就做65个。紧接着呢，我们找一块平地，按你的建造模式，选右下角4个方形的图案，如果是手机玩家的话，你就照着操作就可以了。然后点击设计图纸，点选制造，在这边呢，你可以挑选你要建造的大概范围。我们需要一个平地，所以其他的不需要要求太多，只要有一个大概就好。接下来先点选数字6的幕墙，当做底座。第二块的幕墙，你就点选下面的变体清单，或者是直接按切换变体，它只有3个种类。这个小的，等一下我们在放地毯的时候，它的间隔可以刚好把我们的人物用卡住的方式直接上升到最顶端，所以我们选择这一块幕墙。我们这边讲解一下幕墙不同的差距。第一座呢是间隔太高，我人物跳上去之后没有办法使用我们电梯塔的效果。第二座呢是进入的时候很麻烦，必须要卡着，然后才能够上去。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版本，第一块当做基底方便进入，然后第二块以上开始就用这个小的上升，这样建造的原因在这里。然后幕墙一次最多可以拉15个，所以你就要拉4次。我们盖了4次之后，你可以点选右上角的详情，这样你就可以知道你有多少的组件数了。我们总共需要65个地毯，不够的部分我们再多建造一下。好了之后，我们要回到最下面，然后点选这个类似储物袋的按钮，上面选择个人，点选装饰，这里就会有我们刚刚制作的地毯。再来就把它对准，放在幕墙的最上缘处。
这样第一个就完成了。接下来后面每个都这样操作就可以了，没有什么难度，只是需要点时间而已。像我现在有点盖歪了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高度不太一样，那我们就按取消摆放，然后把这个回收起来，再按一次脱取，再接着摆就好了。摆完了之后，我们可以稍微检查一下，确定没有问题之后，我们可以点右边上角的这个详情，看一下我们的地毯数量跟幕墙数量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编辑图纸，输入你要的名称，我们就可以写电梯刷怪塔，这边可以注记它是几层，拍一张好看的图片，下面选看你要哪个颜色，然后储存资讯，我们就可以离开了。保险一点，我们这边再储存一次。紧接着我们来到你想要刷怪的地方，我选择的是清河的据点叫做酒肉山林。杀怪的方式有暗杀，或者是你也可以使用炸药桶。这里刚好有2只在一起，这个时候注意，你也不要把据点内的怪物全都杀光，这样它等一下就没办法重生了。然后你要盖塔的时候，记得确保你旁边没有其他的小怪了。按你的建造模式，再按我们的4个小方格的这个图示，然后点击设计图纸，把我们刚刚这个刷怪塔调出来，然后把它摆好。接下来这里是最重要的一步，你一定要让你的刷怪塔它的第一个木头是贴齐地面的，因为如果没有贴齐地面，你就必须人物跑到那个高度才能拆除，会非常麻烦。好，摆放上去，它是有点蓝色透明的状态，你可以直接按填充，或者是按退出，按自动落成，2种都可以。我们现在就按落成，然后让它跑一下。为什么要盖这么多层呢？因为不同的据点它的脱离战场高度不一样，65层是我目前测试的最高需求，方便大家只要盖1座就好，所以我才会建议大家一次就盖65层，不然的话要再盖第2次，我相信有些人是不愿意的。再来按个跳跃，按一个方向键往上，你的人物就会跑上去了。如果中间有卡住的话，你再按1次就好了。紧接着在下去的时候呢，尽量跳到不会马上打到怪物的地方，屋顶或者是高处。我今天选择的是这里，然后跳下来记得不要死掉了。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左手边的怪物资讯已经重置刷新了，然后这2只小怪也都在那边了。如果你不嫌麻烦的话，你也可以用暗杀的方式杀掉据点里面的其他怪物，之后再回到电梯塔那边去做重置。记得最重要的，不要把所有的怪物都杀完。大致上电梯刷怪塔就是这个样子。再来要跟大家说一些小细节，这边要注意听，不然你可能会因此无法顺利的刷怪。第一点，如果你要用暗杀的，你的骑数灵虚一指一定要升高等一点，不然怪物无法一下杀死，会拖累你的刷怪速度。然后在心法上可以再多带一个山岳无影，因为它会增加最大的距离还有伤害的提升，而且偷袭时还有较高几率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战利品，这个对我们暗杀非常有帮助。第二个，不同的据点脱离战斗的高度是不一样的，像锈金所这边只要40层就好，但是酒肉山林这里就要65层，所以我会推荐大家在盖图纸的时候直接盖65层就好，省得麻烦。如果电梯塔盖在其他据点无法使用及刷新的话，可能是因为高度不够。一样回到建造模式这里，然后点选你的设计图纸，自己再加盖就好了。在这边它都可以进行编辑做调整。紧接着第3点，理论上呢，电梯塔放在据点内的任何地方都可以，但是我会建议你放比较靠近外围，然后附近有比较高处的建筑物，因为我们从上面落下来之后，你不会马上吸引到怪物。如果你是暗杀的，你的灵虚一指就会无法使用，会非常的尴尬。第4点，在施工的时候一定要贴紧地面，不然到时候调整或者是要拆的时候点选不到位置，会非常的麻烦。再来第5点，如果你要去朋友的世界帮他盖电梯塔的话，材料的部分呢是他出，所以你不用担心，你要叫他先去收集，然后你只是提供图纸，所以你要请他在建造模式中这边一样是4个小方格这个图示，点选建造设置，在权限这边有一个连线建造权限，
这边要记得开启，它本来是关闭的，不然的话你会无法施作。然后不同的地方是你在朋友的世界自动生成的部分呢，是由对方按下才会施工完成，所以我们只要把图纸模型丢出去就完事了。好，以上这些呢就是电梯刷怪塔的全部资讯，希望对各位有帮助。然后随着版本的更新，我不确定它到时候还能不能用，如果有变化，我们再拍新的影片做介绍或补充。然后你如果还有任何的问题，你可以在留言区留言，我看到都会回复你，或者是晚上你也可以来我的实况台发问，我也可以直接盖给你看做教学。影片有点长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是大银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关注订阅我，我会持续更新更多有关烟云16声的游戏资讯。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，大家拜拜。